对于成了精的灵药们来说，修仙者们都是变态，不但喜欢喝他们的洗澡水，还变态到嗦他们的脚皮。这是萧凡在和人参精聊天的时候对方所说的话。萧凡十分诧异：“前辈，你说的这个脚皮到底是什么植物？”人参精即答：“花生。”自从萧凡来到药材园已经3天了，他的任务是来帮忙松土的。那至于他为什么身体变得和人参精一样大小，还得说回1天之前。当时他因为恐高而无法驾驭飞剑，来找大师姐玄威学一门赶路的法术。玄威笑了：“这个简单，我教你缩地成寸。”只见他丢出一面金旗到100米外，没等旗子落地，瞬间就出现在下方稳稳接住，然后又瞬移回来。这是空间法术的一种。萧凡看懵了，他也拿了旗丢出去，大喝一声：“缩地成寸！”周围的景色都是变化，他心中一喜，我成功了。大师姐说过，缩地成寸的原理是将空间扭曲折叠，可他刚想大笑，就发现自己动不了。经过短暂思考，他发现了一件事情，自己好像缩进土里了。好消息是缩地成寸学会了一半，坏消息是只学会了一半。缩地，玄威看得头疼，这空间法术怎么就变成5星土遁术了？等把萧凡救出来以后，他又试了一次，急急如律令，缩地成寸，大喝一声，变化再次发生，他学会了新法术成寸。经过1天的练习，萧凡不知道进去土里多少次。玄威叹气：“你还是先去药材园学习下药理吧。”一进药园，好家伙，瑞彩千条，都是上万年的天才地宝。其中一只万年人参，在得知萧凡掌握了土遁术后，迅速给他安排了任务，仿照蚯蚓钻进土里给药材松土。按照他的说法，本来是该有银环天王影夫妇干这个活的，都怪他那天多嘴，说什么蚯蚓可以1分为2，可以干1天歇1天，新的自己和老的自己能够轮流干活，岂不美哉？结果那蚯蚓妻子一下把自己给切成2半，等丈夫回了家，见到俩妻子人都麻了。2人问丈夫到底喜欢谁，蚯蚓丈夫也是个敞亮人，直言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于是家庭内战爆发，至今5星工作。妈的，神经病啊！人参精给萧凡介绍：“你看看，这都是我们药园的药王前辈，这叫破妄仙木。若中了幻术，用手紧紧握住此木，可破幻境。这是悟道术，叶子泡水后能有悟道之能，在修仙界炒到了天价。这是相思草，传说上古时期有一对恋人，男人是大族之子，女子是奴隶之后，2人一见钟情，可族长棒打鸳鸯，男子不从，大欢之日偷偷溜出与女子私奔。族长知道后大怒，派高手追杀，女子死在男子怀中，男子悲愤无比自刎而死。2人的鲜血汇聚在一株野草上，成为相思草。萧凡都听感动了，好感人！真的发生过这种事吗？人参精撇撇嘴，假的，这是有人为了把相思草卖出高价。编故事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。人参精说他当初就是被人宣传有壮阳之功效，结果就被万千人追杀。萧凡冷汗都下来了，也是啊，只要被安上壮阳的名头，甭管你是真是假，人都给你吃干净。当初和人参精一起游历四方的大能，名为古月居士，在妖域曾经被妖族公主掳走，在佛国冒充僧侣行骗。每当被人找到逻辑漏洞或者碰到无法解答的问题时，就会来一句佛曰不可说。后来这话在佛国广为流传。萧凡汗颜，虽然没有典籍记载着古月居士的修为，想来应该不低，但凡低一点早就被人打死了。接着这些药王们便七嘴八舌的讨论起来，他们都在骂大师姐玄威，说她是女魔头，每次要么就是拔几根人参精的胡须，或者摘悟道树的叶子，然后把他们身体的一部分拿去泡澡，真的太变态了。萧凡不敢说话，他就是泡澡的那位啊。接下来就开始松土了。人参精叮嘱道，给药材们松土时一定不能碰到他们的根，碰到了会咋样？人参精严肃道，我们会认为你是足控。松土任务开始，萧凡的缩地用的真是得心应手，在土里面什么蛙泳、自由泳随便玩，小药王们也跟在他屁股后面不亦乐乎。一个下午下来，大家都是汗。悟道术王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锅，架起火来煮好了一锅水，这些小药王们就一个个往里面跳，泡在水面上飘来飘去的。萧凡总感觉这一幕有点奇怪，想起来了，这好像叫药膳。不多时，药香味飘出，吸上一口，精神抖擞，修为都感觉有增长趋势。等晚上，小药王们四仰八叉睡着了，萧凡看到悟道术把那锅洗澡水偷偷收了起来，这是在做什么？他说要上交给大师姐玄威，说是这洗澡水很值钱，问道宗弟子们都很喜欢用，他们都管这个叫药王灵液。他也是没法理解，人族咋就这么变态？还有一些人族喜欢用他退下来的死皮做菜，叫什么桂皮。萧凡恍然大悟，这不就是贡献点兑换榜上极其出名的大热门药王灵液吗？看来这个贡献榜上的东西来路都不太正经啊。他想起来自己前几天还花大代价换了一颗10牛之力丹，说什么吃了后立刻能拥有10头牛之力，原因期以下有效。等到第2天，银环天王影夫妇归来，萧凡的松土任务结束了。萧凡问，你们夫妇的矛盾是咋解决的？这有何难？一道声音从地底下传来，一对夫妻钻出地面，和刚才那对一模一样。宫蚯蚓自豪道，我妻子把自己1分为2变成姐妹花，我自然也能1分为2变出一个兄弟来。
他最后憋不出一句话来，这的确有点挑战道德伦理和思维模式了。今天是萧凡和冷锋来卖法宝的日子，问道宗武系列内的法宝都非常昂贵。老板自豪介绍道，例如这个百战护心镜能承受筑基期巅峰全力一击，要200公斤点。可冷锋却提议道，我们可以去食堂啊，那里的烧饼也这么硬，比这个还便宜。老板又介绍另一个产品，那这个撞山锤呢，一击砸下附带震动效果，270公斤点。食堂的油条啊也差不多。那再看看这个碎玉针呢，坚硬无比，趁敌不备，射过去偷袭。食堂的米饭比这个好用。萧凡汗颜，不是，这食堂到底开在哪？冷锋道，百炼峰宗门练习师的聚集地。老板急了，不是，你们想想，食堂的食物除了物美价廉、结实耐用、功能多样，能当武器也能当食物以外，还能有什么好处啊？这好处还不够多吗？于是二人来到食堂门口，听到里面传出叮叮当当的打铁声，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。食堂门口一排人都在摆摊，摊位上有各种食物叫卖。这时候萧凡问起来，这百炼峰的李师弟怎么没开摊位呢？冷锋道，他还没出关，他爹说他是火灵根，需要在岩浆里多泡泡才能有更好发展。听别人说，一开始李师弟还在岩浆里惨叫，后来就没动静，应该是习惯了。有没有可能他不是习惯了，而是他熟了？二人开始逛街，有不少炼器师叫卖红烧鱼，来看红烧鱼，巨树砍人不二之选，用过的人都说好。烧饼，新鲜出炉的烧饼，拳打脚踢也踢不坏的烧饼，瞧一瞧看一看嘞，比钢筋都硬的面条，本人必备，现在买还送捆绑教程哦。看到萧凡和冷锋走到面前，那卖红烧鱼的师兄热情推销，二位师弟要不要来一条？这可是碧波潭的胖头鱼，生前有7470分的实力。萧凡一看价格145公斤点，买不起。另一位师兄掏出一根油条，师弟要不要来一根？那根3重暗劲，一击砸下，威力惊人啊！一根150公斤点，要是想吃也没问题，保质期长得很。说罢还咬了一口，3重暗劲在他牙齿内爆发，跟打铁似的。萧凡汗颜，师兄，我想问一下，这玩意儿真的能吃吗？经过师兄的解释，他们知道了，百炼峰的弟子通常还会炼体，牙齿和五脏六腑也是炼体不可缺少的一环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奇葩的食物。最后他们俩买了2根油条和一张烧饼，第二天出发做宗门任务，身边还多了个穿儒袍的大汉，这是满谷。这一次的任务是在岩浆郡附近有一片山林，当中有个恐怖存在，迫使猎户们离开。视角一切，在3天后，山林中7、8个人正在一处山神庙兜鱼，他们分别是一个老猎户和6行商，行商中一人拿一些商品进贡给3位山神，但愿保佑我们此次旅途平安。在祭拜过程中，行商起舞总感觉这3位山神很有灵性，像是活的一般。之后众人聚在一起烤火聊天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了，原来齐武等人是想穿越山脉的行商，但第一次进山，于是找来当地一位老猎户来带路。老猎户问大家，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伥鬼？大家都面色严肃，为虎作伥。这伥鬼就是虎妖的帮凶。根据老猎户所说，虎妖杀了人，那人便化作伥鬼替虎妖寻找猎物。众人恍然大悟，难怪说这大片山林他们才找到这一个老猎户，原来都是虎妖所迫。这时候齐武问，我只有一个问题，这伥鬼有女鬼吗？长得好看吗？会不会吸阳气？众人汗颜，其中一人提议说道，你不如之后将这事儿上报给5大仙门，例如问道宗，让他们捍卫正道。